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那刚刚的课程我们已经上过了维度筛选、度量筛选，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一个叫做日期筛选的部分。那日期筛选其实顾名思义，就是我可能只想针对某一个时间区间的资料去做筛选就好了。那所以，例如说，我一样是这个 sales，就是我的营业额，总共我把它全部放出来，然后我的日期区间，从2021年到2022年，我有4年的资料。那日期筛选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我把日期这个栏位放到我的筛选器。那我在做筛选的时候，你看哦，这个表它分成很多种方式，你可以用相对的日期啊、日期范围，甚至是很离散的方式去做。那我们先讲一个最简单的，我只想看今年，应该说，我只想看最新一年的资料，我就勾2022年，然后按确定，就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数据只有2022年的资料。这个是其中日期筛选的一种方式。那你可以勾选某一年，你就可以勾选某一个季度。例如说，我只想看第4季，但是这个第4季呢，因为我刚刚把年的筛选条件拿掉了，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年度它第4季的数字。如果你要很精确的告诉 Tableau 说，没，我是用最新的一年，所以我就把这个选择最新的2022年，然后再按上确定。你这样现在看到的数据就是2022年第4 Q 的资料。这个是用很离散的方式去筛选我们的资料，这个是最简单的。那再来的话就是，我想要它是一个日期的一个范围。所谓的日期的范围的话，就是我想要它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，这个也是很直觉。例如说，我就可以去拖移我的 bar， 然后得到我的这个日期区间的结果，就可以看到我拖拉的结果是有这一些资料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我想要验证一下，你真的是从1月18号给到12月26号吗？有没有遗漏的部分呢？好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验证呢？我们可以把这个年、季、月整个去做一个展开。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几号呢？1月18到12月26号，可以看到，这个资料是从1月19开始，12月26号的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？12月26号这是有的，但是刚刚提到的1月18怎么没有呢？是本来就没有还是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资料的验证，一样是把这个 sales order day 放进去。接着的话，我会去做一个动作，是我把它调成确切的日期，然后再把它调成离散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用纯文字的方式去做一个，好，先把它变成这样子。我们先去看，这是哪一个年度呢？我们的筛选器是2020年的1月18。好，可以看到2020年的1月18，它刚好是没有销售的数字所以它这里就不显示了OK， 那我们资料没有问题。所以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是，我用 pure 的某一个年，或者是某一个季度去做筛选，或者是我也可以用资料区间的方式去做筛选，这个都是可以的那另外我们再讲一下，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做筛选呢？我们也可以一样，我们把这个日期条件放上去之后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做相对日期？这个是比较进阶的一个功能例如说，我想要以今天来讲的话，那过去的3年，那我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资料？你看一下。那今天这里，过去3年。好
你可以看到过去3天啊，想说怎么会没有资料？好，过去3天，所以1月14到1月16，因为我今天是1月16录制的，它当然没有过去这3天的资料。但是如果我选过去3年呢 ？OK， 它就是2021年到2023年过去3年的资料。好，按确定。好，那这没有什么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它以今年度来看，所以它要往前，今年是2023年，往前看2022年，往前看到2021年。但你会觉得说不对啊，这样不是3年的区间，以我的时间维度，我只有2年的资料。那我想要以今天来看，可不可以？如果以今天来看，它其实就只会资料相对只会到今天。那我们做一个套用，它一样是没有到那么远的。那你如果锚点，你想要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它以12月31号做一个锚点？我们试试看，这个可能会比较贴近我们过去。我在2023年，我要去分析过去的资料，我就用这个锚点来看这样我就过去这3个年度的资料。好，这个就是用相对日期去做的。那这里可以大家多多练习一下，我怎么样去取得到我相对的日期，而不是绝对的日期呢？这个是一个比较进阶的一个展示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针对了日期筛选做的3种方式，一个是离散的，把年把季甚至是把某一天这样拖上去，这都可以。再来是我们刚刚展示的是日期的绝对日期的日期区间，最后一个展示是一个相对日期的区间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活用我们的筛选去筛选到我们需要的资料，这对我们数据分析都有帮助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